我和舅舅王虎合伙开猪场，一年净赚500万，结果分红那天他却只给了我5万块。他说这家店能开起来全凭他出钱，而我就是个只会浑水摸鱼的废物。我看着他那张理所应当的脸，只觉得心寒。这3年我每天不到凌晨2点就要起来调配中草药饲料，夏天猪圈里40多度，我一站就是10几个小时，冬天手上全是冻疮，裂开的口子碰到猪食疼得直抽泣。我在这猪场的背后付出了这么多，却被他只用5万块就打发了。而且他并不知道，他猪场的猪能长得膘肥体壮，靠的从来不是他的资金，而是我祖传的中草药养殖秘方。如果没有我调配的那锅中草药饲料，他的猪成活率极低。但我并没有将真相说出来，接过银行卡转身就走。这时表哥却在我身后跺了跺脚：“陈凡，哥对你不薄啊，你出去可别乱说。”我没有理他，骑着电动车径直去了镇东边最冷清的山沟里。那里有一片废弃的旧猪圈，是3年前一个外地老板开的，后来因为猪群大面积生病，老板赔了个底朝天，就彻底荒废了。抵达目的地后，我找到村主任签订租赁合同。村主任叹了口气：“那破地方倒贴钱都没人要，你可得想清楚了。”我点了点头：“你直接告诉我1年租金多少就行了。”村主任思考了一下：“1年租金就500块吧，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租了之后无论你亏多少，村里都不管。”我心里快速盘算了一下，去掉5年的租金还剩下4万多，足够我把猪圈翻修一下，再买些好种猪和草药了。这笔账怎么算都划得来。想到这，我当即拍板决定：“我想清楚了，咱们现在就能签合同。”做完这一切，我就去镇上买了一些5金建材，回来就甩开膀子挖粪购。这时隔壁养鸡场的老板走了过来：“小伙子，你脑子没问题吧？上一个养猪的赔得连裤衩都不剩，你怎么还敢租这么晦气的地方？”几个路过的大爷大妈也围在一旁看热闹，可不是吗？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心浮气躁，手里有俩钱就烧得慌，非得往水里扔听个响。我笑着摆了摆手：“大爷大妈们，等我的猪出栏了，送你们每人2斤肉。”话音刚落，一阵轰鸣的引擎声便猛地传来。王虎摇下车窗：“陈凡，我说你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原来是跑这儿盘了这么个破猪圈，这地方空气里都带着病，养什么死什么。你要是跟我回猪场，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然而我并没有理会他，而是继续清理粪沟。王虎见自己被彻底无视，脸色瞬间沉了下来：“给脸不要脸是吧？我倒要看看你能在这破地方折腾出什么名堂。”说罢，他便猛地一脚油门，开着黑色保时捷卡宴扬长而去。等我把猪圈彻底翻新妥当，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缓缓直起腰，浑身的骨头像是散了架一般，每动一下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可即便如此，我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我收拾好工具，骑上电动车就往家赶。回到家的时候，一股浓郁的饭菜香便扑面而来。我妈给我夹了一大筷子红烧肉。陈凡，今年你舅舅到底给你分了多少钱？我淡淡的笑了笑5万。闻言，他猛地将筷子往桌上一甩。什么？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身旁的老婆眼圈瞬间就红了。老公，我们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这5万块够干什么的？坐在餐桌另一端的我爸则默默抽着烟，始终没说一句话。我深吸一口气，我不瞒你们了，我在村子最偏远的山沟里盘了一个废弃猪圈，已经签了5年合同，我准备自己单干。我妈猛地站起身来：“你怎么能这么冲动？你是不是被你舅舅气糊涂了？”我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妈，我对自己的技术有信心，我有中草饲料和生态养殖的方法，只要我好好干，肯定能成功。”这时我爸终于抬起头看向我：“爸支持你，咱们男人就得有骨气，不能让人欺负一辈子。”吃完饭后，我从储物间的柜子里面拿出了那张写有中草药饲料配方的纸。王虎一直以为他猪场里的饲料都是些常见的中草药，按比例抓来磨成粉就行。他觉得这3年的时间足够让他的人偷偷把我的手艺学到手，所以才敢用5万块打发我。但他不知道，这个配方的核心不在于药材本身，而在于配比和炮制工艺。哪怕他知道所有的药材，只要炮制火候不对，效果就会天差地别。第2天一早，我便买来了一些中草药，按照比例将各种药粉混合均匀后，拌进提前准备好的饲料里。做完这一切，我又开始铺设发酵床垫料。简单来说，就是用锯末稻壳混合益生菌，经过充分发酵后铺在地面上。这样一来，既能吸收猪的粪便，减少异味，又能给猪提供温暖干燥的休息环境，还能慢慢增强猪群抵抗力，让它们长得更快更壮。随后我又去了镇上的种猪场，那的老板是我认识多年的老朋友，知道我要自己单干，特意给我留了10头优质仔猪，都是品种优良的2元杂交猪。把仔猪拉回猪场后，我给他们喂了拌有药粉的饲料和温水，每隔10分钟观察他们的精神状态和采食量。就这样，我在猪圈旁边的简易棚子里吃住了7天，仔猪们终于适应了新环境。这天上午，我正在猪圈里拌料，王虎就大摇大摆走了进来，他身后还跟着2个猪场的帮工。陈凡，你猪场弄好，怎么不通知我一声？我送你2袋上好的饲料，也算给你撑撑场面啊。我摇了摇头，不需要，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王虎在猪场里转了一圈，你这猪圈怎么修得跟临时工棚似的？猪住了都得掉膘吧？说着他还扬了扬下巴。就你这破地方，有人上门来收你的猪吗？到时赔了个倾家荡产，你可别跪着找我借钱，我可是刚签了个大单，专供一家熟食厂，1年保底80万。说罢他便甩甩手，带着2个帮工离开了。我心里清楚，虽然这个位置确实偏僻，但养猪靠的是技术和肉质，只要我的猪健康壮实，再偏的地方也会有收购商慕名而来。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养猪也是一样的道理。4个月后，猪场里的一切都步入了正轨，仔猪们长势良好。这天早上，我正记录着猪群的生长数据，就看见隔壁养鸡场的老板和几个村民走了过来。养鸡场老板往圈舍巡视了一圈后，瞬间瞪大了眼睛：“你这猪养的可以啊，个个精神头十足，毛色也这么亮，
旁边的一个大妈伸手摸了摸仔猪的后背，小伙子，你这猪肉质肯定差不了，我外甥家就是做生猪收购的，我现在立马给他打电话，让他先来收你的，价钱就比市场价高2毛。话音刚落，旁边的村民们瞬间炸开了锅，给我留10斤，等猪出栏了，我第一时间来拿，给家里老人孩子补补。我要20斤，我家亲戚多，都爱吃这种土养的猪肉。一时间冷清的猪圈竟然热闹起来。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电动车的声音，我抬头一看，只见老婆正挺着大肚子缓步朝我走来。老公，你忙活了这么久，肯定还没吃上饭吧？我给你送饭来了。我赶紧跑过去扶他。你怎么来了？从家到这儿骑车要20分钟，路上全是坑，你肚子这么大了，万一颠着怎么办？老婆把保温袋递给我，我放心不下你，你这几天都没好好吃过饭。我打开保温袋一看，里面是一大碗牛腩饭，还有一碗温热的汤，都是我爱吃的。吃完饭后，我在路边打了个车，把老婆送回了家，接着便匆匆赶回猪圈继续忙活。刚走到棚子旁，就发现凳子上多了一张银行卡，旁边还有一张纸条：老公，这是咱们结婚的时候爸妈给我的彩礼钱，现在还剩3万1，你拿着买饲料吧，加油！我和宝宝相信你。我攥着那张银行卡，鼻子一酸，我知道我身后有一家人的期盼和支持，这一次我不能输。当天晚上，我刷到一条新闻，本地电视台报道，入夏以来多地爆出生猪养殖违规问题，多家养殖场被查出使用违禁添加剂和4位过期饲料。畜牧局发布了通知，要对全镇养殖场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饲料配比和添加剂使用情况。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王虎为了压低成本，一直想把正规全价料换成便宜的劣质饲料，还说要加什么进口促长剂，是我坚持用优质饲料才制止了他。现在我不在养殖场了，恐怕他早就忍不住实行他的发财大计了。如果畜牧局真的来查，王虎那边怕是要出大事，但是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了。第二天我刚打开养猪场的围栏，就看见门口站了7、8个人，其中一个穿着胶鞋的大叔率先凑上来：老板，我是隔壁村的，听人说你家的猪全程喂的都是优质粮食，吃着放心，我先交定金，你记得到时候给我留一扇前腿。闻言，后面的人也纷纷预定起来，给我留5斤五花肉，我也要2头。我家是开餐馆的，要是用着靠谱，以后就长期在你这儿拿货了。不到2个小时，首批可出栏的5头猪就被预定的干干净净。1周后，我发现来预定的人里出现了一些熟面孔，我第一个认出来的就是老刘，他是王虎养殖场的老客户，以前每周都会去王虎那儿买10几斤猪肉，这次却到我这直接预定了半头出栏猪。陈凡，原来这猪场是你开的，怪不得猪肉这么好。你舅舅那儿最近越来越不行了，他养的猪肉吃着发柴，还有一股怪味。上次我买了1斤五花肉，回去炖了半天都不烂，以后我就来你这儿买肉了。我淡淡的笑了笑，刘叔，谢谢你的认可，以后你再来的话，我给你算便宜点。好嘞，我回去就跟朋友们说你在这边开猪场，让他们都来你这儿买，这么好的猪肉可不能错过了。接下来几天，越来越多王虎的老顾客出现在我的猪场，其中一个阿姨拉着我的手：陈凡，你舅舅那边的猪肉品质越来越差了，上次我去他那儿买猪肉，还看见圈舍里有死老鼠，吓得我赶紧就走了。我心里清楚，王虎的养殖场没有我那套科学饲喂的方法，也舍不得用优质饲料，更不会每天认真清理圈舍，自然养不出好的猪肉。要是他能保持真材实料，还能撑一阵子，可他一门心思只想着赚快钱，连最基本的品质和卫生都不顾，迟早会出问题。另一边，王虎的养殖场里，王虎猛地踢翻眼前的茶几：小田，最近是怎么回事？来买猪肉的人越来越少，连餐馆的订单都丢了，是不是你喂养的时候没按我说的加促长剂？小田委屈的低下头：老板，我完全按陈凡留下的喂养方法来的，促长剂也按你说的量加了，但猪就是没以前精神，出栏的猪肉口感也差了很多，客户吃了都投诉说有一股奇怪的腥味。王虎站起身来，肯定是陈凡那小子不安好心，走的时候把科学饲喂的关键技巧藏起来了，就是想跟我抢生意。小田上前一步：老板，我觉得不光是方法的问题，咱们现在换了便宜的劣质饲料，还加了促长剂，猪吃了之后看着长得快，但肉质确实差了很多，而且圈舍也没以前清理的勤，味道越来越大。王虎怒喝一声：你懂什么？这是成本控制，不这么做的话怎么赚钱？客户吃2天就习惯了。闻言，小田不敢再多说一句，旁边负责清理圈舍的老张小声嘀咕了一句：我天天清理圈舍，这肉新不新鲜我能不知道？现在猪吃了劣质饲料后明显食欲不振，再这样下去怕是要出疫病。王虎白了他一眼：都给我闭嘴，从明天开始饲料里加双倍促长剂，我就不信留不住客户。与此同时，我的新订单又上门了，一个身着西服的中年男人走到我的面前：陈老板你好，我是镇上好再来的采购员林建国，我想跟你签供货合同，以后我们饭店的猪肉全从你这儿进。好再来是镇上最大的饭店，生意一直红火，能得到他们的认可，我的养猪场很快就能打出名气。林先生，你们之前不是从王虎那儿拿货吗？怎么突然想到我这儿来了？林建国摆摆手：别提了，上个月他们提供的猪肉有异味，好几桌客人吃了后都拉肚子了，我们也因此赔了不少钱。后来我们才知道你自己开了猪场。我点了点头：林先生，咱们可以先试工1周，你们饭店试用后，要是觉得猪肉品质没问题，咱们再签长
长期供货合同。林建国当场就留了我的联系方式。陈老板，那你从下周一开始给我们送货吧。我和好再来合作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王虎的耳朵里。当天晚上，他就气势汹汹地闯进了我的猪场。陈凡，你他妈是不是故意的？但我并没有理会他，而是继续清理猪圈。舅舅，有事说事，别在这里大呼小叫的，你吓得我的猪了。王虎抬脚狠狠踢在旁边的围栏上。你小子故意抢我生意就算了，还把养殖技术藏着掖着，让小田怎么养都养不出以前的品质。你安的什么心？是不是早就预谋好要跟我对着干？我缓缓站起身。舅舅，话不能这么说，客户愿意来我这儿，是因为我家的猪肉品质好，我就算想拦都拦不住啊。你家那猪场都爬满了老鼠，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自己心里没数吗？王虎气得浑身发抖。我家的卫生怎么了？不过是偶尔疏忽，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我看你就是故意藏了一手，不肯真心教小田。你要是把养猪的法子都教给他，我家的猪怎么可能变成现在这副样子？我冷笑一声，舅舅，当初在你猪场配料比例、喂食时间和圈舍消毒，我哪一样没教你和小田？是你自己贪便宜，换劣质饲料，加违禁促长剂，现在生意差了，反倒来怪我。王虎冷哼一声，你少在这儿装圣人了，不就是运气好有祖传秘方吗？我摇了摇头，这跟秘方无关，跟你的良心有关。做吃食生意，良心没了，生意也就到头了。王虎猛地瞪大了眼睛，你敢教我做事，你算什么东西？我做了个请的手势。没事就请回吧，我还要喂饲料呢，没时间跟你在这闹。王虎狠狠瞪着我，陈凡，咱们走着瞧。这是没完。说罢他便转身离开了。我这边猪场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上门买肉的客人直接翻了1倍。这天晚上我刚收拾完猪场准备回家，手机就突然响了，电话那边传来王虎的声音，陈凡，之前是舅舅态度不好，你别往心里去啊，看在咱们就生一场的份上，我1个月给你开2万块，你回来帮我，这可比你自己守着猪场轻松多了。我冷笑一声，现在求着让我回去了，当初用5万块羞辱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自己会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王虎深吸一口气，我给你加到4万总行了吧？这么好的待遇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舅舅，你是不是忘了当初亲口说喂料打扫这种活连小学毕业的人都会干，要找人帮忙你还是请别人吧。说完我便直接挂断了电话。在那之后王虎还给我发了很多威胁短信，我只当是无关紧要的废话，随手就删了。然而第2天中午，我正忙着称重算账的时候，猪场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叫喊，这猪肉有问题。我猛地抬眼望去，只见一个刀疤男壮汉正双手捂着肚子，就是这家猪场，我刚从这儿买的猪肉，回家做锅包肉吃了没一会就上吐下泻，他的肉里肯定加了瘦肉精。话落那些排队的客户猛地后退了2步，甚至还有人掏出手机开始拍摄。不应该吧？不都说他们家的肉品质是最好的吗？人心隔肚皮，现在黑心商贩多的是，表面老实，背地里净干些缺德事，万一真吃坏了身体，到时候哭都来不及。刀疤男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喊得越发卖力，你这是不拿老百姓的健康当回事，赚昧良心的钱啊！我要举报你，让你的猪场开不下去。就在这时，人群中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陈凡，你怎么能干这种事？瘦肉精可是违禁品啊！下一秒，王虎缓步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各位乡亲，对于这种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谨慎一点啊！然而我早早的就看出了破绽，我的猪全程用优质饲料喂养，色泽红润，肉质紧实，和刀疤男手里那块完全不一样。这家伙肯定是王虎请来的托，不过被王虎和刀疤男这么一煽动，场面彻底乱了套。几位顾客索性把手里刚买的猪肉袋子重重往摊位桌上一放，老板，这肉我不要了，赶紧给我退钱，别拿有问题的肉坑我们。我并没有急着辩解，而是切下一小块里脊肉递到大家面前。大家都来看，我家的猪肉纹理细腻紧实，用手一按就能立刻回弹。再看他手里的这块颜色发暗发灰，连猪皮都又干又硬，根本不可能是我家的肉。这话一出，刀疤男的脸刷的一下涨得通红，站在一旁的王虎立刻上前急着帮腔，陈凡，你别在这避重就轻，这位大哥完全符合瘦肉精中毒的表现，和肉新不新鲜有什么关系？我转头看向他，我这里有动检部门出具的检疫报告，我的猪肉所有指标都优于国标。既然这位大哥说吃了我的猪肉出了问题，那我现在就报警，看看究竟是我的猪肉有问题，还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刀疤男身体控制不住的发抖，我可能搞错了，也许是吃了别的东西肚子疼，跟这家猪场没有关系。他话音刚落，一辆蓝色的市场监管执法车缓缓开到猪场门口，2名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走下车。我们接到匿名举报，反映这家猪场存在违规饲喂、肉质不合格等问题，现在进行现场检查和抽样，请你配合。我点了点头。尽管检查，工作人员拿出取样工具，先是走到圈舍旁，随机挑选了几头生猪，抽取了血液样本，随后又仔细检查了猪舍的通风和排污情况。最终，一名身材较胖的工作人员当场宣布，经过现场全面检查，该猪场圈舍清洁卫生，饲料为正规合格产品，未查出违禁添加剂和过期饲料，生猪健康状况良好，各项指标均符合养殖与食品安全标准。我们已现场取样送检，目前未发现任何问题。他话音刚落，围观人群顿时炸开了锅。我就说嘛，陈老板做事一直很实在，怎么可能卖有问题的猪肉？原来是故意来捣乱碰瓷的，太缺德了。那几位刚才跟着要求退货的顾客瞬
瞬间低下了头。胖工作人员转头看向刀疤男：“你就是举报中声称食用后身体不适的当事人吧？请出示购买凭证，跟我们去做进一步检查。如果确实是食品安全问题，我们会依法严肃处理；如果是造谣诽谤、扰乱正常经营秩序，我们也会依法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刀疤男闻言双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上。误会，全都是误会啊！我真的是吃错了别的东西，我再也不敢了。那2名工作人员没有丝毫动容，伸手就要把刀疤男带走。少废话，你要么跟我们走一趟，要么现在就交代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天晚上，我刷到一条新闻，本地电视台报道，入夏以来多地爆出生猪养殖违规问题，多家养殖场被查出使用违禁添加剂和4味过期饲料。畜牧局发布了通知，要对全镇养殖场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饲料配比和添加剂使用情况。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王虎为了压低成本，一直想把正规全价料换成便宜的劣质饲料，还说要加什么进口促长剂，是我坚持用优质饲料才制止了他。现在我不在养殖场了，恐怕他早就忍不住实行他的发财大计了。如果畜牧局真的来查，王虎那边怕是要出大事，但是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了。第二天，我刚打开养猪场的围栏，就看见门口站了7、8个人，其中一个穿着胶鞋的大叔率先凑上来：“老板，我是隔壁村的，听人说你家的猪全程喂的都是优质粮食，吃着放心，我先交定金，你记得到时候给我留1扇前腿。”闻言，后面的人也纷纷预定起来，给我留5斤五花肉，我也要2头。我家是开餐馆的，要是用着靠谱，以后就长期在你这儿拿货了。不到2个小时，首批可出栏的5头猪就被预定的干干净净。1周后，我发现来预定的人里出现了一些熟面孔，我第一个认出来的就是老刘，他是王虎养殖场的老客户，以前每周都会去王虎那儿买10几斤猪肉，这次却到我这直接预定了半头出栏猪。陈凡，原来这猪场是你开的，怪不得猪肉这么好。你舅舅那儿最近越来越不行了，他养的猪肉吃着发柴，还有一股怪味。上次我买了1斤五花肉，回去炖了半天都不烂，以后我就来你这儿买肉了。我淡淡的笑了笑，刘叔，谢谢你的认可，以后你再来的话，我给你算便宜点。好嘞，我回去就跟朋友们说你在这边开猪场，让他们都来你这儿买，这么好的猪肉可不能错过了。接下来几天，越来越多王虎的老顾客出现在我的猪场，其中一个阿姨拉着我的手：“陈凡，你舅舅那边的猪肉品质越来越差了，上次我去他那儿买猪肉，还看见圈舍里有死老鼠，吓得我赶紧就走了。”我心里清楚，王虎的养殖场没有我那套科学饲喂的方法，也舍不得用优质饲料，更不会每天认真清理圈舍，自然养不出好的猪肉。要是他能保持真材实料，还能撑一阵子，可他一门心思只想着赚快钱，连最基本的品质和卫生都不顾，迟早会出问题。另一边，王虎的养殖场里，王虎猛地踢翻眼前的茶几：“小田，最近是怎么回事？来买猪肉的人越来越少，连餐馆的订单都丢了，是不是你喂养的时候没按我说的加促长剂？”小田委屈的低下头：“老板，我完全按陈凡留下的喂养方法来的，促长剂也按你说的量加了，但猪就是没以前精神，出栏的猪肉口感也差了很多，客户吃了都投诉说有一股奇怪的腥味。”王虎站起身来：“肯定是陈凡那小子不安好心，走的时候把科学饲喂的关键技巧藏起来了，就是想跟我抢生意。”小田上前一步：“老板，我觉得不光是方法的问题，咱们现在换了便宜的劣质饲料，还加了促长剂，猪吃了之后看着长得快，但肉质确实差了很多，而且圈舍也没以前清理的勤，味道越来越大。”王虎怒喝一声：“你懂什么？这是成本控制，不这么做的话怎么赚钱？客户吃2天就习惯了。”闻言，小田不敢再多说一句，旁边负责清理圈舍的老张小声嘀咕了一句：“我天天清理圈舍，这肉新不新鲜我能不知道？现在猪吃了劣质饲料后明显食欲不振，再这样下去怕是要出疫病。”王虎白了他一眼：“都给我闭嘴！从明天开始饲料里加双倍促长剂，我就不信留不住客户。”与此同时，我的新订单又上门了，一个身着西服的中年男人走到我的面前：“陈老板你好，我是镇上好再来的采购员林建国，我想跟你签供货合同，以后我们饭店的猪肉全从你这儿进。”好再来是镇上最大的饭店，生意一直红火，能得到他们的认可，我的养猪场很快就能打出名气。林先生，你们之前不是从王虎那儿拿货吗？怎么突然想到我这儿来了？林建国摆摆手：“别提了，上个月他们提供的猪肉有异味，好几桌客人吃了后都拉肚子了，我们也因此赔了不少钱。后来我们才知道你自己开了猪场。”我点了点头：“林先生，咱们可以先试工1周，你们饭店试用后，要是觉得猪肉品质没问题，咱们再签长期供货合同。”林建国当场就留了我的联系方式。陈老板，那你从下周1开始给我们送货吧。我和好再来合作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王虎的耳朵里。当天晚上，他就气势汹汹地闯进了我的猪场。陈凡，你他妈是不是故意的？但我并没有理会他，而是继续清理猪圈。舅舅，有事说事，别在这里大呼小叫的，你吓到我的猪了。王虎抬脚狠狠踢在旁边的围栏上。你小子故意抢我生意就算了，还把养殖技术藏着掖着，让小田怎么养都养不出以前的品质，你安的什么心？是不是早就预谋好要跟我对着干？我缓缓站起身。舅舅，话不能这么说，客户愿意来我这儿，是因为我家的猪肉品质好，我就算想拦都拦不住啊。你家那猪场都爬满了老鼠，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自己心里没数吗？王虎气得浑身发抖。我家的卫生怎么了？不过是偶尔疏忽，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我看你就是故意藏了一手，不肯真心教小田。你要是把养猪的法子都教给他，我家的猪怎么可能变成现在这副样子？我冷笑一声：舅舅，当初在你猪场配料比例、喂食时间和圈舍消毒，我哪一样没教你和小田？是你自己贪便宜，换劣质饲料，加违禁促长剂。现在生意差了，
反倒来怪我。王虎冷哼一声：“你少在这儿装圣人了，不就是运气好有祖传秘方吗？”我摇了摇头：“这跟秘方无关，跟你的良心有关。做吃食生意，良心没了，生意也就到头了。”王虎猛地瞪大了眼睛：“你敢教我做事？你算什么东西？”我做了个请的手势：“没事就请回吧，我还要喂饲料呢，没时间跟你在这闹。”王虎狠狠瞪着我：“陈凡，咱们走着瞧。”这事没完，说罢他便转身离开了。我这边猪场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上门买肉的客人直接翻了1倍。这天晚上，我刚收拾完猪场准备回家，手机就突然响了，电话那边传来王虎的声音：“陈凡，之前是舅舅态度不好，你别往心里去啊。看在咱们就生一场的份上，我1个月给你开2万块，你回来帮我，这可比你自己守着猪场轻松多了。”我冷笑一声：“现在求着让我回去了，当初用5万块羞辱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自己会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王虎深吸一口气：“我给你加到4万总行了吧？这么好的待遇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啊。”舅舅，你是不是忘了当初亲口说喂料打扫这种活连小学毕业的人都会干，要找人帮忙，你还是请别人吧。说完我便直接挂断了电话。在那之后，王虎还给我发了很多威胁短信，我只当是无关紧要的废话，随手就删了。然而第2天中午，我正忙着称重算账的时候，猪场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叫喊：“这猪肉有问题！”我猛地抬眼望去，只见一个刀疤男壮汉正双手捂着肚子，就是这家猪场。我刚从这儿买的猪肉，回家做锅包肉吃了没一会就上吐下泻，他的肉里肯定加了瘦肉精。话落，那些排队的客户猛地后退了2步，甚至还有人掏出手机开始拍摄。不应该吧？不都说他们家的肉品质是最好的吗？人心隔肚皮，现在黑心商贩多的是，表面老实，背地里净干些缺德事，万一真吃坏了身体，到时候哭都来不及。刀疤男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喊得越发卖力：“你这是不拿老百姓的健康当回事，赚昧良心的钱啊！我要举报你，让你的猪场开不下去！”就在这时，人群中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陈凡，你怎么能干这种事？瘦肉精可是违禁品啊！”下一秒，王虎缓步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各位乡亲，对于这种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谨慎一点啊！”然而我早早的就看出了破绽，我的猪全程用优质饲料喂养，色泽红润，肉质紧实，和刀疤男手里那块完全不一样。这家伙肯定是王虎请来的托。不过被王虎和刀疤男这么一煽动，场面彻底乱了套。几位顾客索性把手里刚买的猪肉袋子重重往摊位桌上一放：“老板，这肉我不要了，赶紧给我退钱，别拿有问题的肉坑我们。”我并没有急着辩解，而是切下一小块里脊肉递到大家面前：“大家都来看，我家的猪肉纹理细腻紧实，用手一按就能立刻回弹。再看他手里的这块颜色发暗发灰，连猪皮都又干又硬，根本不可能是我家的肉。”这话一出，刀疤男的脸刷的一下涨得通红，站在一旁的王虎立刻上前急着帮腔：“陈凡，你别在这避重就轻，这位大哥完全符合瘦肉精中毒的表现，和肉新不新鲜有什么关系？”我转头看向他：“我这里有动检部门出具的检疫报告，我的猪肉所有指标都优于国标。既然这位大哥说吃了我的猪肉出了问题，那我现在就报警，看看究竟是我的猪肉有问题，还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刀疤男身体控制不住的发抖，我可能搞错了，也许是吃了别的东西肚子疼，跟这家猪场没有关系。他话音刚落，一辆蓝色的市场监管执法车缓缓开到猪场门口，2名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走下车。我们接到匿名举报，反映这家猪场存在违规饲喂、肉质不合格等问题，现在进行现场检查和抽样，请你配合。我点了点头。尽管检查。工作人员拿出取样工具，先是走到圈舍旁，随机挑选了几头生猪，抽取了血液样本，随后又仔细检查了猪舍的通风和排污情况。最终，一名身材较胖的工作人员当场宣布，经过现场全面检查，该猪场圈舍清洁卫生，饲料为正规合格产品，未查出违禁添加剂和过期饲料，生猪健康状况良好，各项指标均符合养殖与食品安全标准。我们已现场取样送检，目前未发现任何问题。他话音刚落，围观人群顿时炸开了锅。我就说嘛，陈老板做事一直很实在，怎么可能卖有问题的猪肉？原来是故意来捣乱碰瓷的，太缺德了。那几位刚才跟着要求退货的顾客瞬间低下了头。胖工作人员转头看向刀疤男：“你就是举报中声称食用后身体不适的当事人吧？请出示购买凭证，跟我们去做进一步检查。如果确实是食品安全问题，我们会依法严肃处理；如果是造谣诽谤、扰乱正常经营秩序，我们也会依法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刀疤男闻言双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上。误会，全都是误会啊！我真的是吃错了别的东西，我再也不敢了。那2名工作人员没有丝毫动容，伸手就要把刀疤男带走。少废话，你要么跟我们走一趟，要么现在就交代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刀疤男手指颤抖着指向王虎：“是他让我干的，他给了我1000块钱让我过来陪他演戏，说陈凡他们家的猪肉加了瘦肉精，以此来搞臭这家猪场的名声。这块肉也是他从自己猪场拿过来的，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他的猪场查。”王虎脸色骤变：“你血口喷人！长官，你们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啊！”那名胖工作人员常年办案，一眼就看出王虎心里有鬼，立刻拍板决定联系队里，让他们多派人手，全面彻查王虎的猪肉场。指令下达后，一群检查员带着工具抵达了王虎的猪场，众人兵分3路，第一组直奔猪圈。当大门被推开的
的瞬间，一股浓郁的腥臭味猛地席卷而来。最前面的那名年轻检察员没忍住，当场就弯腰干呕起来。只见猪圈地面上的粪便早已堆积成山，上面还爬着密密麻麻的蛆虫在来回蠕动。与此同时，第二组检察员径直走向了存放猪肉的冰窖。王虎为了节省成本，早就关停了本该正常运转的制冷设备，整间冰窖形同虚设，地面和铁架上胡乱堆着各种分割好的猪肉。因为长期处于闷热环境，不少肉块表面已经覆盖着一层暗绿色的霉斑。第三组则前往饲料堆放区，他们将饲料粉末放入快速检测试剂，不过10几秒的时间，原本透明的试剂瞬间变成了深紫色。其中一名检察员皱紧眉头，这里面有瘦肉精和进口促长剂，长期食用含有这些成分的猪肉会严重损害人体的内脏，甚至可能致癌。你竟然敢在自己的猪场里大量添加，你这是公然违法乱纪！王虎吓得脸色煞白，赶忙指向旁边的小田，猪场里的饲料都是他在负责，这些东西都是他瞒着我偷偷加的，我根本不知道。小田脸色涨得通红，老板，明明每次都是你亲手调好剂量交给我，让我掺进饲料里，说这样猪才能长得快，现在出了事，怎么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这时，那名胖工作人员拿着检测报告走向了领头的检察官。领导，经检测，这里的猪肉与刀疤男用来污蔑陈凡老板的那块成分完全一致，确认是王虎故意拿自己猪场的变质猪肉，指使刀疤男诬陷同行。领头的检察员点了点头。王虎，你的猪肉厂存在多种违法违规行为，情节极其严重，现依法对你的猪场予以查封，所有猪禁止销售，全部封存待进一步检测。闻言，王虎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领导，这些东西我用量很小的，我保证不会出事。同行们其实都这么干，不信你们去查查别家，求你别查封我的猪场，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啊！领头的检察员狠狠地瞪了王虎一眼，别家的违法违规行为我们会逐一排查，但现在你得跟我们回一趟警察局。他话音刚落，2名检察员立刻上前架住王虎。另一边，其他检察员已经拿出红色封条贴在猪场的大门上。此时猪场门口早已围满了看热闹的路人。黑心玩意儿，为了赚钱什么缺德事都干，活该被抓。就是这种人迟早会遭报应的。后来我从隔壁养鸡场的老板口中得知，王虎因食品安全违规被依法拘留了整整6个月，他的养殖证被彻底吊销，猪场也被永久查封。王虎被抓后，我的猪场反而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全镇人都亲眼见证了王虎的黑心狡诈，也彻底认可了我的猪场。前来买肉的客户络绎不绝，但随之问题也出现了，从猪仔到出栏少说也得4、5个月，眼下栏里的猪就那么多，卖一头少一头。更要命的是，中草药的采购资金也变得紧张起来。这天我收拾猪圈的时候，手机突然弹出一条转账提醒，紧接着我爸的消息就发了过来：陈凡，你现在正是要用钱的时候，别因为缺钱就买差的药材和宰猪，那样生意做不长的。我的鼻子瞬间就酸了。我爸一辈子老实本分，每个月退休金只有1500，这4万块不知道攒了几年，现在却毫不犹豫的给我。我在心里暗暗发誓，等我挣了钱，一定要10倍还给他，再给他们买套宽敞明亮的大房子，让他们安享晚年。4万块加上我这段时间攒下的资金，足够我把猪圈扩建1排，再引进一批健康优质的宰猪了。王虎的猪场被查封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周边的养殖圈，连省里的餐饮界都有所耳闻。1个星期后，我正在猪圈里给猪添中草药饲料，就看见一辆黑色的奔驰商务车停在了门口，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走了过来。请问是陈凡陈老板吗？我是省里博悦酒店的采购总监周明远。我点了点头。周总监，您来是有什么事吗？周明远直接开门见山，我听说你养的猪用的是中草药生态养殖，品质比市面上的好太多，我们博悦主打高端餐饮，一直想找靠谱的生态猪肉供应商，今天特意过来看看。我知道机会来了，连忙侧身引路。周总监，您这边请，我带您从头看一遍我们的养猪场吧。周明远跟着我仔细查看了猪场的环境以及饲料和养殖方法，随后满意的点了点头。陈老板，以后我们博悦的猪肉就全从你这定了，1年200万，现在就能签合同。我只觉得心脏猛地一跳，这意味着我终于有了稳定的销路。想到这，我当即和周明远签订了合同。周明远紧紧握着我的手，陈老板，你这中草药生态养殖模式既健康又能保证肉质，迟早能火。以后咱们合作愉快。接下来的日子，我几乎每天都泡在猪圈里，从中草药饲料的精准配比到每一头猪的生长状态，我都亲力亲为。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批符合博悦酒店要求的新鲜猪肉终于顺利送达了酒店。几乎是同时，我的手机也收到了100万的预付款，我立刻给我爸转账了40万。爸，这是第一笔还款，谢谢您当初的信任和支持。发送成功的那一刻，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王虎出狱的日子。他咬紧牙关，陈凡，都是你害我变成这样的，等老子翻身了，一定要你100倍偿还。说罢，他掏出刚拿回来的手机，想叫一辆出租车赶往自己的猪场，可屏幕一亮，就被无数条债主们的催款消息彻底淹没。王虎早已身无分文，根本无力偿还。法院最终依法查封了他的房子，准备拍卖抵债。更让他雪上加霜的是，在他被拘留的那段日子里，他的老婆早已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掉，甚至还提出了离婚。我得知消息的时候没有丝毫同情，这都是他咎由自取。与此同时，我的猪场却迎来了飞速发展，我又扩建了2排猪圈，还专门聘请了专业的养殖技术员，严格把控每一个养殖环节，让猪肉的品质稳定提升。除了博悦酒店的固定订单，不少市里的高端餐厅也主动找上门来，纷纷抛出了橄榄枝，总利润直接突破600万。
这天下午，我正坐在院子里对着手里的银行卡出神，老婆就端着一杯水走了过来。想什么呢？我握住她的手，在想咱们该换个地方住了。你怀着宝宝，总住在这乡下的棚子里，实在不方便。今天我带你去个地方。随后我便开车直奔市里最好的别墅区观澜国际。我们走进售楼处，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的小姐慢悠悠地走过来。先生、女士，先跟你们说清楚，我们这里的别墅最低都要600万起，要是来蹭空调的，麻烦去别的地方。老婆下意识地拉了拉我的衣角，陈凡，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这里太贵了。我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然后缓缓从钱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带我们去看你们这最好的独栋，我们付全款。这话一出，那个售楼小姐连忙挤出一个微笑。对不起，先生，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这边请，我马上带您去看我们最优质的独栋别墅，带小院的，视野特别好。接下来，她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一边走一边细致地给我们介绍别墅的户型和周边配套。我们最终选定了一套280平的独栋别墅。当售楼小姐把购房合同递到我们手里时，老婆再也忍不住，猛地扑进我的怀里。陈凡，我就知道自己当初没看错人，我从来没想过我们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我轻轻搂着她，傻瓜，这都是我们应得的。等宝宝出生了，咱们就在院子里种点菜，再养一只小狗，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够了。回去的路上，老婆的脸上一直挂着笑，我稳稳开着车，心里从来没这么踏实过。之后的日子里，我的中草药生态猪肉口碑越做越响，全国各地的客商都主动找上门来长期合作。我从最初一个人守着猪场忙前忙后，到如今团队已有23人，每月的营业额能达到60万左右，日子总算走上了正轨。这天下午，我正在店里核对生猪出栏和配送事宜，一个来自省城的号码就打了过来。您好，请问是陈凡先生吗？我是省电视台乡村振兴特色种养栏目的编导林浩。我们在走访各地特色农业项目时，关注到您的中草药生态养猪模式，不仅生态环保，而且肉质出众，想邀请您参与下期节目录制，分享您的养猪经验。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丝骄傲。这是台里重点打造的农业类节目，专门推介全省优质种养基地。播出后，不少养殖户和采购商慕名合作，销路和名气都能打开不少。您这套生态养猪方法很有代表性，很适合上节目分享。我点了点头。什么时候开始录？下周6在省城电视台演播室访谈加实景展示，您只要带一些养殖资料和现场展示用的猪肉样品就行。我心里明白，这是让生态养猪走出小镇，让更多人认可的好机会。于是当晚我就给我爸打去了电话。爸，下周5我去省城录节目，您和妈一起过来吧，顺便逛逛。而此时另一边的工地门口，王虎正蹲在地上，一边刷手机，一边大口大口地啃馒头。视频里正循环播放着宣传语：中草药生态养殖，绿色放心好猪肉，陈凡的生态养猪路。看到这里，王虎猛地把手里的馒头狠狠摔在地上。凭什么他能混得这么风光？原来他走投无路后，在工地干起了搬砖扛水泥的苦力活，累死累活，1个月也就挣3、4千块。很快就到了周6这天，天还没亮，我就开车带着一家老小前往省城了。我妈坐在后座不停念叨：陈凡啊，你上台千万别紧张，知不知道？这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淡淡的笑了笑。从当初在乡下开猪场被人诬陷刁难，一路熬到如今过上安稳日子，最难走的路都已经走过来了，不过是上电视分享养猪经验，有什么可慌的？很快我便将车停在了电视台门口，就看见一个年轻人朝这边跑来。陈老板，我就是之前一直跟您联系的林浩，今天下午咱们先进行彩排，熟悉一下流程，明天上午正式录制。随后林浩便领着我走进了演播厅。据他介绍，本次节目共有7位乡村创业代表参与分享，我被安排在第3个出场。彩排时我也见到了其他参与者，有深耕特色种植多年的大户，也有思路新颖的年轻现代养殖创业者，每个人都透着一股踏实做事的精气神。第2天上午9点，节目录制准时开始。前2位分享完后，我从容不迫地讲述着自己的养猪历程，从最初的选猪苗，到精心搭配中草药饲料，再到生态散养管理，每一步都讲得有板有眼。不到10分钟，台下的所有人便都被这套绿色的生态养猪模式深深吸引，我也拿到了96.8分。等所有人的分数出来后，主持人走到我的身边：陈老板，恭喜您拿到本场第1名。此刻您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家分享吗？我清了清嗓子，养好猪没有捷径，核心就是把生态放在第1位，用心喂养，你对猪肉品质负责，市场和顾客自然会认可你。我从乡镇小猪场一步步走到现在，靠的就是这份实在。我的话音刚落，台下瞬间响起热烈的掌声。省农牧领域的张会长拿起面前的话筒：陈老板，下个月省里要评选省级农业文化遗产及传统养殖技艺代表性项目，你的中草药生态养猪技艺思路清晰，生态价值突出，完全具备申报条件，我愿意为你写推荐信。我从没想过有一天这些会和自己扯上关系，我连忙深深鞠了一躬，多谢张会长看重。节目播出的当晚，各路合作方的恭喜消息就没断过。第2天猪场订单直接爆，四面八方的客户慕名而来，天不亮就围在猪场门口排队等候。不到7点，当天出栏的生态猪就被全部订空，后面赶来的人不肯走，排着长队预约下一批。当天的营业额直接打破了之前最高纪录的3倍还多。最让我意外的是，之前在节目现场对我态度冷淡的那位年轻现代养殖创业者，一早就主动打来了电话：陈老板，昨天看了您的分享，我又专门打听了您的养猪模式和口碑，我
我是真心佩服。改天我专程去您村里的猪场拜访，跟您好好取经，学习一下生态养殖的经验，行不行？我笑着点了点头。学习谈不上，过来交流交流养殖心得，我随时欢迎。挂了电话后，老婆一脸疑惑地看向我：“你真要让他来啊？万一他不是真心请教，是想偷你的中草药饲料的配方怎么办？”我摆了摆手：“放心吧，这一套中草药养猪的手艺是我这么多年一点点摸索出来的，里面的门道可深着呢，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学会的。”1个月后，我承包了村里的几处空地用来养猪，猪场的生意更加火爆。与此同时，省农牧厅的公示名单也正式公布了，我的中草药生态养猪技艺成功入选省级农业文化遗产与传统养殖技艺代表性项目，也是全省生态养猪领域首个获此荣誉的项目。消息传回镇上的那天，镇长特意来到我的猪场贺喜：“陈凡，你可是给咱们全镇争光了！下个月市里要举办省级养殖文化遗产成果交流会，专门展示咱们入选的各类传统养殖技艺，你必须得来啊！我给你留最核心的展示位。”另一边，王虎得知我获奖的消息后，在工地干活时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傍晚，老婆从村里串门回来跟我说起这件事，我并没有任何反应。当初他处处针对我，如今落得这个下场也算咎由自取。很快，省级养殖文化遗产成果交流会正式开幕。我从早上7点就接待客商，讲解中草药生态养殖模式，对接长期订单，一整天都没闲着。想跟我合作的各地代理的人几乎把电话都打爆了，有全国连锁的餐饮品牌，还有不少外地老板特意坐飞机赶过来，想直接拿下全省的独家销售权，高薪请我去做技术指导的。这些邀约我全都婉言谢绝了。不是我不想把事业做大，而是中草药生态猪肉最关键的就是品质，从草药配方比例到野外散养环境，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一直守在村里亲自照看猪场，从源头把好每一道关，规模只能一步一步稳妥扩张，要是急着盲目扩大产量，肉质肯定会下滑。我把这些想法跟老婆说了后，她当即就表示赞同，咱们宁愿步子慢一点，也得走得稳当，好不容易打出的招牌可不能砸在自己手里。这天林浩特意跑来买肉，陈老板，我大老远赶过来还差点没买到，你这生态猪肉也太不好抢了，下次能不能提前帮我留一些？我笑着多切了一块上好的五花肉递给他，下次提前跟我说一声，我直接给你留出来。林浩摇了摇头，不用不用，这么好的东西多等会儿也值。对了，陈老板，你没想过做线上售卖吗？现在高端生鲜电商这么火，你这猪肉要是能走冷链快递配送到家，卖到全国各地，那市场可就大的没法说了。我心里微微一动，其实我也琢磨过，生态猪肉讲究现杀现送，冷链和保鲜技术不过关，口感和新鲜度都会大打折扣。可林浩说的也没错，要是能把保鲜和运输问题解决掉，生意肯定能再上一个台阶。当天晚上我就拨通了周明远的电话。周总监，你认不认识做生鲜冷链技术的专业人士？我想把咱们的生态猪肉卖到全国各地。闻言，周明远猛地笑出声来：“陈老板，你可算开窍了，我刚好认识一支专门做这行的团队，我这就把他们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发给你。”挂了电话后，我马上联系上了那个冷链团队，可真正沟通之后才知道，生态猪肉的锁鲜技术远比我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团队的负责人刘博士直接带着团队连夜驻扎在我的猪场实验室，前后耗费了2个月时间，用上百斤生态猪肉反复做实验，从真空包装到气条包装，再到深度冷冻技术，每一种方案都被他们推翻重来，只为最大程度保留我家生态猪肉的原汁原味。这天清晨，刘博士拿着一份刚出炉的检测报告递给我：“陈老板，成了，我们改良了气条包装技术，只要在包装内充入氮气和2氧化碳的混合气体，就能有效抑制细菌繁殖，再配合全程低温冷藏，肉质口感损耗能控制在5%以内。不仔细品尝根本吃不出和现杀猪肉的区别。”他当场拆开一包经过7天冷藏的试验品，递给我一套检测工具和对比记录。我仔细查看数据 ，pH 值正常，肉质弹性达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让后厨用这块猪肉和当天现杀的生态猪肉，用同样的火候，同样的做法，分别清炒、炖汤、红烧，做了3组盲测，最后叫来了2个工作人员和我们轮流品尝。不看标签根本分不出哪块是锁鲜装，哪块是现杀的。于是我当即拍板决定，刘博士就用这个方案，资金不是问题，我现在就投资建一条专属的锁鲜包装生产线。300万资金迅速划拨，设备厂家连夜发货，安装调试和验收一气呵成。半个月后，我的第一条生态猪肉锁鲜生产线正式投产，精品五花肉、生态肋排和一系列锁鲜产品同步上线各大电商平台。当天晚上，我和老婆守在电脑前盯着后台订单数据，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只见订单数字如同坐火箭一般疯狂飙升，第1小时突破1000单，第3小时直冲5000单，第2天早上订单量直接暴涨到21000单。生产线24小时不停运转，工人们加班加点包装发货。可即便如此，还是差点跟不上订单增长的速度。老婆紧紧握着我的手，老公，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们不再只是小镇上的养猪户，我们的生态猪肉已经成为全省知名的生鲜品牌了。我看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字，思绪瞬间飘回了被王虎用5万块羞辱的那天。那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做出点名堂来，再也不能让任何人看不起我。如今我真的做到了，锁鲜包装产品上线半年，月销量直接突破80万单，无数顾客在评论区留言称赞我家猪肉无添加，吃着放心。1年后，我的生态猪肉品牌在省城开设了3家旗舰店，在周边2个地级市各开1家分店，成为全省生鲜市场的标杆企业。省电视台得知我的创业故事后，特意策划了一期专题报道，标题定为从小镇猪场到全国标杆，陈凡的生态养殖逆袭录。节目录制现场，记者拿着话筒问我：陈老板，如今你的企业年收入已经破亿，带动成百上千号人就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
板，你觉得自己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什么？我淡淡的笑了笑，因为我吃过亏，受过难，曾经被人恶意算计，差点让我的养猪梦碎掉。但那段经历让我明白，别人可以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但我绝对不能丢了自己的底线。我做生意，对顾客永远坦诚实在，用最优质的产品回报信任，对那些想耍心眼使坏的人也绝不手软。节目播出当晚，评论区里的网友们纷纷留言支持，这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家，支持生态养殖，支持陈老板。我的线上店铺后台数据直接炸，日均订单从2万飙到了5万，客服电话从早上6点响到凌晨1点，接都接不过来。仓库那边更夸张，冷链车一辆接一辆的往外拉货，包装工人3班倒都忙不过来。我临时又招了15个人，才勉强把发货速度跟上。老婆每天晚上帮我盯后台数据，一边哄孩子睡觉一边刷评论。老公你快来看，又有人在评论区晒图了，说咱家的肉炖出来满屋子都是香的。我凑过去一看，好家伙，光是带图好评就刷了几十页，复购率从75%直接涨到了82%。我又想起了在王虎的猪场打工的日子，凌晨3点我一个人守在臭气熏天的猪圈，给生病的小猪喂药、清理粪便。那时候我以为我会在这个猪场干一辈子，靠着卖猪肉勉强糊口。我以为只要我尽职尽责，总会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回报。但我错了，有些人用得着你的时候，恨不得把你当成祖宗供着；用不着你了，转头就雇人抹黑你，想着把你往死里踩。我终于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主动把公道和机会送到你面前，你想要的好日子都得自己拼。就在这时，一个省城的号码打了进来，电话那头是个沉稳的中年男生。陈老板您好，我是盛丰农牧集团的副总裁赵国栋，我们集团对您的中草药生态养殖模式非常感兴趣，想跟您当面聊聊合作的事。盛丰农牧这名字我太熟了，北方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年出栏量超过400万头，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常年排第一，光是他们旗下的饲料厂就有6家，冷链物流网络覆盖了大半个国家。我沉吟了一下，赵总，不知道您说的合作具体是什么形式？赵国栋笑了笑，我们想入股您的企业，或者直接收购您的品牌，当然价格方面绝对不会亏待你，我们初步的报价是3个亿。陈老板，您考虑一下。3个亿这个数字让我心跳加速了一瞬，但我还是毫不犹豫的拒绝了。赵总，谢谢您的好意，但我的品牌不卖，入股也不考虑，我想自己把这条路走下去。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陈老板，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您再想想。我的电话随时为您开着。挂了电话后，我跟老婆说了这件事，她皱了皱眉。盛丰农牧可是北方的老大哥，你直接拒绝会不会得罪人？我摇了摇头。咱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中草药配方和生态养殖模式，一旦被收购，这些东西就不在我手里，到时候他们为了追求利润，肯定会压缩成本，扩大产量，品质迟早会变，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闻言，老婆点了点头，你说的对，咱们自己的牌子自己守。然而我没想到的是，拒绝盛丰农牧只是麻烦的开始。3天后，我照常打开手机刷新闻，一条醒目的标题猛地映入眼帘：中草药生态养殖是科学突破还是概念炒作？专家质疑中草药饲料残留风险。我点进去一看，文章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核心观点就2个：第一，中草药饲料缺乏国家统一标准，所谓的生态养殖不过是营销噱头；第二部分，中草药成分可能在猪肉中形成残留，长期食用存在健康隐患。文章里虽然没有点名，但配图用的全是生态猪肉的宣传画面，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看出来，这篇文章就是冲着我来的。我把手机递给老婆，她看完脸色一下就变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咱们的猪肉每一批都经过检测，从来没有任何残留超标的问题，谁写的这种东西？我没有说话，心里已经有了判断。这篇文章发布的时间节点太巧了，就在我拒绝盛丰农牧收购之后的第3天，而且文章里引用的所谓专家全都是匿名的。果然，文章发出去不到半天，效果就显现了。下午3点，我接到了一个合作方的电话，对方是省城一家连锁生鲜超市的采购经理。陈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们总部看到了那篇报道，虽然我个人相信你的产品没问题，但总部那边要求暂停进货，等风头过了再说。我刚挂掉电话，第2个电话就跟着打进来了，是另一家合作了3个月的社区团购平台。陈老板，我们平台用户看到那篇文章后投诉量激增，好多人要求下架你们的产品，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先暂时下架，等事情澄清了再重新上线。1个下午的时间，我接了10几个类似的电话，6家中小型合作商先后暂停了订单，线上店铺的日订单量从5万单直接腰斩到2万出头。老婆急得在屋里来回踱步，老公，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让这篇文章继续发酵下去。我坐在桌前沉思了很久，然后拨通了周明远的电话。周总监，那篇文章你看了吗？周明远的声音很平静，看了。陈老板，你别慌，我在餐饮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这种手段我见得多了。有人不想让你好过，花钱买几篇软文制造恐慌，逼得你的合作方不敢跟你做生意，等你撑不住了，他们再低价来捡便宜。我冷笑一声，那我偏不让他们如愿。第2天一早，我就联系了张会长，把情况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张会长听完沉默了几秒，陈凡，你的中草药生态养猪技艺是省级遗产项目，这种无中生有的抹黑文章，不仅是在攻击你个人，也是在质疑我们整个评审体系的公信力。你放心，我来协调。3天后，畜牧兽医局对我的猪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公开检测，检测过程全程直播，从饲料取样到猪肉成分分析，每一个环节都在镜头下完成。检测结果当天就出来了，所有指标全部合格，中草药成分残留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部分指标甚至优于普通猪肉。
肉。省畜牧兽医局的专家当场表态，经过严格检测，该养殖场的生态猪肉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不存在任何中草药残留超标的问题。此前部分媒体的报道缺乏事实依据，属于不实信息。这条官方声明一出，舆论瞬间反转。之前暂停合作的商家纷纷打来电话，要求恢复供货，线上订单量不降反升，比文章发布之前还多了30%。那些跟风质疑的网友也纷纷转向，官方都检测了没问题。之前那篇文章果然是有人故意抹黑，以后就认准陈老板的生态猪肉。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这一关算是过了。但我心里清楚，盛丰农牧不会就此罢手。果然，舆论风波刚平息不到半个月，我就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下个月的出栏计划，负责仓库管理的小赵就急匆匆地跑了进来。老板，出事了！今天早上我盘库的时候，发现中草药饲料的核心配方记录本不见了，就是你平时锁在保险柜里的那本。我猛地站起身，什么时候发现的？小赵擦了擦额头的汗，今天早上8点，我去保险柜拿上个月的采购单据，发现保险柜的所有被撬过的痕迹，配方记录本不在里面。我快步走到保险柜前仔细查看，锁孔周围确实有细微的划痕，是专业工具留下的。我立刻调出了猪场的监控录像，从昨天晚上开始一帧一帧的回放。凌晨2点17分，画面里出现了一个戴着帽子的人影，他从猪场后墙翻了进来，动作熟练地避开了主要通道的摄像头，径直走向了办公室。但他不知道的是，我3个月前在办公室角落加装了一个隐蔽摄像头，角度刚好对准保险柜。画面里那个人摘下帽子露出了脸，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上个月刚入职的新员工，一个叫孙磊的年轻人。他是通过正规招聘渠道进来的，简历上写着有3年养殖场工作经验，面试的时候表现得踏实肯干，入职后也一直老老实实，从没引起过任何人的怀疑。我当即拨通了报警电话，同时让小赵把孙磊叫到办公室。孙磊推门进来的时候脸色还算镇定，老板，您找我。我把监控截图往桌上一放。孙磊，这个人是谁？他的脸瞬间就白了，张了张嘴，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我盯着他的眼睛，警察马上就到了，所以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告诉我到底是谁让你来。孙磊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陈老板，我错了，是盛丰农牧的人找到我的，他们给了我5000块，让我前进你的猪场，把中草药饲料的核心配方偷出来。我冷笑一声，5000就把自己卖了，你倒是挺便宜的。孙磊哭着从背包里掏出那张写有配方的纸，陈老板，东西我还没来得及交出去，全在这里，求你放我一马。20分钟后，警察赶到把孙磊带走了。我站在猪场门口看着警车远去，心里反而彻底冷静了下来。盛丰农牧先是买通媒体抹黑我，然后派商业间谍来偷配方，一步比一步狠，但每一步都没能得逞。我把配方重新锁好，然后拿出手机拨通了赵国栋的电话。赵总，你派来的人已经被警察带走了，我劝你适可而止。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赵国栋才慢悠悠地开口：陈老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我还是那句话，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你要是改主意了，随时可以联系我。我没有再多说一个字，直接挂断了电话。这件事之后，我立刻对猪场的安保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加装了30多个高清摄像头，核心区域设置了门禁和指纹识别，配方也不再以纸质形式保存，而是加密存储在专用的离线设备里，密码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同时，我重新审查了所有员工的背景，确保团队里不再有第二个孙磊。然而，盛丰农牧的手段远不止于此。又过了1个星期，我接到了中草药供应商老吴的电话，他的语气很为难：陈老板，实在不好意思，从下个月开始，我这边的中草药价格要涨。我皱了皱眉，涨多少？老吴的语气带着很明显的心虚，黄芪涨40%，当归涨35%，其他的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上调。我沉默了一会，老吴，咱们合作2年多了，你从来没涨过这么离谱的价，是不是有人跟你打过招呼？电话那头安静了好几秒，老吴才叹了口气：陈老板，我也不瞒你，盛丰农牧的人上个月找到我，说要包下我全部的中草药产量，出价比你高1倍，条件是以后不再给你供货。我没答应，但他们转头就去找了我上游的药材批发商，把收购价抬高了50%，我的进货成本涨了，卖给你的价格自然也得跟着涨。我不涨价就是在赔钱。我深吸一口气，老吴，我理解你的难处，这样吧，你先按新价格给我供1个月，我这边想想办法。挂了电话后，我在院子里坐了很久。盛丰农牧这一招确实狠，他们不直接断我的货源，而是通过抬高上游价格，逼得我的成本大幅上涨，要么涨价失去客户，要么硬扛亏本经营，怎么选都是死路。但我早已经不是那个只有5万块的穷小子。当天晚上，我把老婆叫到书房，跟她说了我的想法。我不能一直被别人卡着脖子，中草药的供应链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准备找药农合作，自己建中草药种植基地。闻言，老婆皱紧眉头，这个主意好是好，但种药材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选地到育苗再到收获，少说也得大半年，这段时间怎么撑过去？我点了点头。所以我打算双管齐下，一边按老吴的新价格继续进货维持生产，一边抓紧时间找合适的山地建种植基地。只要基地建成，以后中草药的成本能降到现在的1/3，彻底解决了源头问题。说干就干，第2天一早，我就开车去了镇子西边的山区，那一带海拔适中，土壤肥沃，特别适合种植黄芪、当归等中草药。我找到了当地一个叫老马的药农，他在这片山里种了20多年的药材，经验丰富，但因为销路不稳定，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下车后，我径直找到了老马。老马，我想跟你合作，你负责种植和技术指导，我负责提供资金和销路，种出来的药材我全部包销，价格比你现在卖给批发商的高20%。老马愣了半天，你说的是真的？我把营业执照和合作协议摆在他面前，白纸黑字，你看看。老马仔仔细细看了3遍后，猛地一拍大腿，干了！我种了20多年药材，
就没遇到过这么实在的合作方。你放心，我保证给你种出最好的药材。消息传开后，周边山村的药农们也纷纷找上门来。不到1个星期，就有17户药农跟我签了合作协议，种植面积加起来超过200亩。我投入了200万，统一采购优质种苗，建设灌溉设施，还请了省农科院的专家来做技术培训，确保每一块地的药材品质都达标。这天，隔壁养鸡场的老板急匆匆地跑到猪场。陈凡，你知道吗？王虎出院了。之前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伤了腰椎，在医院躺了2个多月。工地那边早就把他辞了，现在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一直借住在工友的出租屋里。我听完没什么反应，这个人的死活跟我没有半点关系。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突然打了进来，那头传来王虎抽泣的声音：“陈凡，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每天都在工地上扛大包，舅舅年纪大了，真的扛不动了。”说着他苦笑了一声：“我求你一件事，你现在过上好日子，肯定不缺钱，能不能把我之前给你的5万块钱还我？”闻言我直接气笑了。王虎，你哪来的脸跟我提钱？当初你把我往死里踩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你现在这样都是自己做出来。我告诉你，这钱我是不可能给你的。另一边，挂断电话后的王虎恼羞成怒，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去找他的前妻沈小芳。沈小芳当初跟王虎离婚后，傍上了一个做建材生意的大款朱德才。朱德才在全国开了500多家建材厂，身家少说也有上亿。王虎找到沈小芳的时候，他正从一辆白色保时捷上下来。王虎连忙上前：“沈小芳，咱俩好歹跟我夫妻一场，现在我落难了，你不能不管我啊！”沈小芳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王虎，当初你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你还有个老婆？现在混成这样了才想起我，是不是太晚了？”王虎的脸色涨得通红。我知道以前是我混蛋，可我现在真的活不下去了。你就借我点钱，等我把陈凡彻底搞垮，你让我当牛做马我都愿意。话音刚落，一个沉稳的男声从不远处传来，正是朱德才。怎么回事？沈小芳白了王虎一眼：“我前夫王虎来跟我要钱的，别理他。”朱德才挑了挑眉毛：“你就是那个开猪场的王虎？你跟陈凡是什么关系？”王虎一听到我的名字，猛地攥紧了拳头。他是我外甥，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要不是我当初给他机会，他连猪圈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朱德才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上车吧，咱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很快3人便在省城一家茶楼的包间里坐了下来。朱德才给王虎倒了杯茶。王虎，实话跟你说，我跟盛丰农牧的赵国栋是老朋友，他之前花了不少钱想把陈凡的品牌收了，结果一招都没使成，反倒让陈凡的名气越来越大。王虎冷哼一声：“那小子就是命好，每次都能化险为夷。”朱德才摇了摇头：“不是命好，是咱们的人不了解他。赵国栋派去的那些人，跟陈凡既没有交情，也不熟悉他的猪场，自然处处碰壁。但你不一样，你在他身边待的时间长，他的猪场你比谁都熟。”王虎愣了一下：“你什么意思？”朱德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推到王虎面前：“这里面有50万，你帮我办一件事，事成之后再给你100万。”王虎盯着那张银行卡：“你要我干什么？”朱德才压低了声音：“陈凡在镇西边的山里建了个中草药种植基地，那片山地干燥，要是不小心着了火，你觉得会怎么样？”王虎的瞳孔猛地一缩：“你让我去放火？”朱德才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在跟你聊天。至于你怎么做，那是你自己的事。反正这张卡你拿着，密码是6个8。”王虎盯着那张银行卡看了很久，最终点了点头：“这活我接了。”等王虎彻底离开后，沈小芳才一把抓住朱德才的胳膊：“老朱，你这是要害人啊！万一被查出来怎么办？”朱德才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跟我有什么关系？是王虎自己干的，我从头到尾就是请老朋友喝了杯茶，谁能查到我头上？”沈小芳张了张嘴，最终什么都没说。她太了解王虎的性格了，这个人一旦被仇恨冲昏头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更重要的是，朱德才这个人表面上温文尔雅，骨子里却阴狠毒辣。他让王虎去干脏活，事成之后不一定会兑现承诺，搞不好还会把王虎当替罪羊丢出去。到时候王虎进监狱，朱德才拍拍屁股走人，所有的罪都落在王虎一个人头上。那天晚上，沈小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想了一整夜，最终做了一个决定。第二天上午，她趁朱德才出门谈生意的时候，偷偷用公用电话拨通了我猪场的座机。陈凡，我是张丽，我知道你肯定不想跟我们家扯上任何关系，但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王虎要对你的中草药种植基地动手，有人给了他50万，让他去放火烧山。我沉默了几秒，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张丽苦笑一声：“我跟王虎虽然离了婚，但我不想看着他再进一次监狱。放火烧山是重罪，他要是真干了，这辈子就彻底完了。”我点了点头：“我知道了，谢谢。”挂了电话后，我在办公室里来回踱了10几圈。王虎要放火烧山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200亩的种植基地将会毁于一旦。但如果我现在就报警，王虎还没有实施犯罪，警察最多上门警告一下，根本没法把他怎么样，更揪不出藏在背后的真凶。要办就必须人赃并获，把这条线连根拔起。想到这，我立刻拨通了派出所刘所长的电话，把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刘所长当即拍板：“行，我安排便衣在种植基地周边蹲守，你那边也做好防范，有任何动静第一时间通知我。”挂了电话后，我又给老马打了个电话：“老马，这几天你多留意一下山上的情况，晚上安排人轮流值守，看到陌生人靠近，立刻给我打电话。”老马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听我语气严肃，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当晚就召集了几个药农，在基地周边搭了3个临时值守点。接下来的3天，
一切风平浪静。我几乎每天都守在种植基地，白天巡查药田，晚上就睡在山脚下的临时板房里。第4天夜里，我被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吵醒，电话的那边传来老马带着一丝紧张的声音：“陈老板，山北边有动静。”我看见有个人鬼鬼祟祟的往药田方向走，手里好像提着什么东西。我赶忙从床上爬起来，别惊动他，远远盯着就行，我马上到。挂了电话，我立刻告知刘所长具体的位置，然后快步朝山北边赶去。抵达目的地后，一股刺鼻的汽油味扑面而来。就在那个黑影即将按下打火机的一瞬间，四周的灌木丛里同时亮起了7、8道强光手电。不许动，警察！黑影吓得转身就想逃跑，但2名便衣已经从左右两侧扑了上来，手铐咔嚓一声扣在他的手腕上。刘所长伸手一把扯掉他脸上的口罩，露出那张狰狞的脸。王虎瘫在地上，不是我，是朱德才让我干的。刘所长皱紧眉头，朱德才是谁？我劝你从头到尾给我交代清楚。王虎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字不漏的全交代。刘所长摆了摆手，把他带走。另外通知金针那边，顺着这条线查一查那个朱德才。王虎被塞进警车后，绝望地看向我。这时老马和几个药农拿着铁锹急匆匆地赶过来，他们看到地上残留的汽油痕迹，一个个气得直跺脚。特娘的，竟然敢烧咱们的药田！要不是陈老板你提前防备，咱们的心血就全打水漂了。我拍了拍老马的肩膀，没事了，人已经抓到了，大家先回去休息吧。3天后，刘所长给我打来电话，陈凡，跟你说一下进展。王虎因涉嫌纵火罪被依法逮捕，放火烧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少说也得判个5、6年。我点了点头。朱德才呢？经侦那边已经立案了。根据王虎的供述和转账记录，朱德才涉嫌教唆纵火，目前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他名下的建材城也在接受调查，听说还牵扯出不少偷税漏税的问题。这家伙怕是短时间内出不来了。他顿了顿，而且在朱德才被查之后，盛丰农牧内部开始人心惶惶，听说他们董事会已经在讨论换人了，估计赵国栋的日子也不好过。挂了电话后，老婆靠在我的肩膀上，老公，咱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对吧？我淡淡的笑了笑，那是肯定的。这天我算了一笔账，中草药种植基地投产后，每年光是药材的产出，除了满足自家猪场的需求，还能对外销售至少200万的优质中草药，加上生态猪肉的线上线下的销售，明年的总营收保守估计能突破2个亿。而那些想害我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我从来没想过要跟谁争个你死我活，我只想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做好。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越是埋头苦干，就越有人见不得你好，想方设法要把你拉下来。可他们不明白一个道理，真正靠本事吃饭的人，你打压得了一时，打压不了一世。我从被王虎用5万块羞辱，到如今坐拥年入过亿的生态农业企业，靠的从不是运气，而是良心与实打实的本事。我守着猪场与家人，带着乡亲们共同致富，阳光洒在漫山遍野的药田，妻儿欢笑，父母安康，所有风雨都已过去，往后只剩红火。